今天咱们在上海过来试驾一辆自主品牌非常顶级的新能源越野车型啊，仰望 U8L。到底有多顶呢？就是你看整个前脸就能感受到顶字形的这种设计啊。然后因为这辆 U8L 呢，我们之前拍过它的外观，也感受过整个的那个内饰，所以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概述一下，重点还是要放在后面的这个动态试驾上。首先，其实 U8L 非常直观的就是前后方向盘上3个这个24K 金的这个 logo 啊，但是呢，你现在看到的这个24K 金的 logo， 等到正式交付的时候还会有点不一样。就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logo 呢，它是比较发亮面的，有点高调，说实话。但是等到正式交付的时候，它这个用金量会更足，就成本会更高。但是呢，整个呈现的会更加的低调，有质感一点，会有一些那种磨砂的这个材质，我还没有看到过。等到正式交付的时候，咱们可以更狠狠的期待一下。另外，其实就是之前我们在感受过内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因为这辆车体量很大，包括说车内它会有更多的空间让去延展，所以它有2个这个150度的零重力座椅，整个展开之后，你整个的肢体是非常舒展的。还有就是这辆车其实内饰的这种一键隐私啊、私密性的功能做的确实是很好，其实很多的细节是值得你发掘的。我是觉得就是 U8L 它会在很尊很顶的这个体验上，尽可能的给你铺满。但是呢，今天我们不主要聊这些细节啊，我们主要是把这辆车动态开起来，看看在开起来之后还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因为之前 U8你也知道，什么E4方啊、下水啊、过河啊、各种原地转圈啊等等都是可以实现的。那么 U8L 除了这些之外，在动态开起来之后还会有哪些细节和配置的体验带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动态开起来感受一下。好，朋友们，现在我们就把这辆仰望 U8L 动态把它开起来啊。先来说一个刚坐进在车里面的一个视觉效果，因为咱们今天这辆车它是一个紫白双拼的内饰，它整个呈现出来会更有很素雅、很高贵的一个感觉。但是相比较之前咱们看到那个金棕，我是觉得我更喜欢这个颜色的一个内饰呈现啊，因为金棕我觉得它可能更偏老钱一些，不知道你们更喜欢哪一种。然后今天在来之前，其实我个人还是对于这辆仰望 U8L 的动态试驾是非常期待的。你要知道，这辆车应该是我这2年或者说是更久的这个时间里面开过的尺寸最大的一辆 SUV 了啊！你可能刚上来的时候还是需要适应一下这样一个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的。但是呢，其实我开起来之后，我会发现说这辆车带给你的驾驶的感觉完全是一个相反的感受。因为这辆车它其实也是有后轮转向的，它是一个有正负6度的后轮转向，它整个带来的转弯半径很夸张，5.45米，什么概念呢？可能像 Mini 这样的一个小车才会有这样一个5.45米的一个转弯半径，非常小。为什么？除了有这个正负6度的一个后轮转向的角度之外呢，它还有4电机独立去驱动4个车轮，所以你想之前的那个楔形模式啊，或者说是原地转圈啊，这些都是这些来达成的。所以这辆车我觉得上来先入为主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灵活，非常的轻快，不像是一辆全尺寸的 SUV。这个是它的4电机，它的后轮转向带来的很直接的优势。那接着呢，就是说这辆车其实官方的数据也非常的扎眼啊，3.5秒的0-100加速，1200匹马力。面对于这么大一个大块头，其实你是很难想象的。但其实我今天想聊的不是说这些动力非常的迅猛啊，整个储备的非常足，我是觉得说它会有一些设计或者说在整个的构思层面让我觉得很意外的地方。比如说这辆车它用的是全铝大车架，是不是这样的词儿你之前都不太听说过？反正我是没有怎么听说过，这点还是挺值得给点一个赞的。另外就是其实之前我在开仰望 U8 的时候，它很明显的一个优势是在于说它的这个云辇 P 的主动压悬架，然后到了这个仰望 U8L 呢，它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升级到了说云辇 P Plus。 这个 Plus 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它升级到了这个双阀的电磁减震器，它相比较之前的单阀，其实优势我觉得从字面意思上就能够很好的理解啊。它因为双向是可以独立去调节的，所以它整个的行程会更长，效率会更高。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在整个的实际乘坐过程当中，3排的感受应该是更加明显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跟之前的 U8 去对比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差别。
然后呢，还有一个很夸张的数据是说，仰望 U8L 它是有14种驾驶模式的。我当时听完我也是眼前一黑，我说14种驾驶模式，就是你每天用不一样的这个模式去开，你半个月都不带重样的，不管是看起来听起来都是有点眼花缭乱。但其实我今天仔细的研究了一下，因为这辆车毕竟也是带大梁的，然后有很多的全地形的越野能力，又是E4方，所以这些很多东西组合在一块儿，可以让你去应对更多的这种不一样的路况。比如说它在整个的越野模式里面，什么雪地呀、沙地呀、泥地呀，甚至说深雪模式和雪地模式都不太一样，它可能会在阻尼呀、悬架的刚度啊等等这些都会去做一些调节。我觉得这是它很有优势的地方。但是让我觉得很意外的地方是在于说，它这次新增加了一个晕车舒缓模式，这次是仰望 U8L 独有的。它的这个晕车舒缓模式呢，跟之前咱们看到市面上很多车型的这个晕车舒缓还不太一样。它除了说整个的阻尼会变长，悬架高度会降低，以及说你的电门和油门踏板整个的行程会变得更加的舒缓平稳，还会有一些就是你的人体感官层面去做很多的这种调整。比如说当你打开这个晕车舒缓模式之后呢，它整个车内的温度先调到24度，它还会把这个香氛调到一个含露模式，会让你更加的提神醒脑一些，这是物理层面啊。还会有一个更加神奇的，就是它的这个2排的吸顶屏会打开，打开之后呢，它两边会有这种移动的这种悬浮黑点，它有点像是咱们手机的这种防晕车模式，给你一些视觉上面的补偿，就相当于是对冲了你身体的这种不适感，好像是有那么一点效果的，大家可以试一下。那其实今天我也去感受了一下它不同的这个驾驶模式啊，经济模式啊、运动模式啊、这个舒适模式啊，你会发现说它其实各个模式之间的切换对于你整个行驶的感受，我觉得差别没有那么的大，它可能更多的是在于说不同的越野模式的环境下，它的悬架也好，它整个的动力也好、扭矩也好，会体现的更加的明显一点。那我今天也去想了一下，因为仰望 U8L 之前也公布过它的预售价格130万，你要知道放眼100多万的这个全尺寸的 SUV 里面，可能它的竞争对手是揽胜啊，或者说是 GLS 迈巴赫。那相比较他们俩，我觉得它各自的优势在于说，因为揽胜其实我个人更倾向于它是一辆为驾驶者去而造的一辆车。那对于乘坐来说的话，它可能乘坐起来没有那么的舒服，然后座椅也会偏硬一些。但是 U8L 会在这方面去综合很多的一个感受，你坐在2排可以享受到不错的这个双零重力座椅啊，然后包括加热啊、柔软啊，以及电视啊等等这些。那相比较 GLS 迈巴赫呢，你会发现说这辆车它会有更加完善的一个全地形的越野能力。你看E4方也好，或者说是更大的那种扭矩行程也好，等等等等这些，所以我觉得它会综合到我们目前市面上看到的很多的豪华的 SUV 车型。而且我还看了一下 U8L 它用的这个电池度数也不小，55点几度的一个电池可以带来20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关键是它整个的一个充电功率可以来到184千瓦，这个放在整个混动的车型里面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充电功率了，所以我觉得整个的综合性做的还是挺好的。因为原先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仰望的一些车型，他们会觉得说好像是堆料，好像在堆技术，然后在整个的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参考意义不大。但其实你会发现，不管在任何的场景下面，你有了这个硬件做基础之后，你可以去发展出来的这种空间想象力是无限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为这些技术、为这些配置去点个赞的，你们觉得呢？但是其实我也要提出一些小的意见啊，就比如说这辆仰望 U8L 它其实可以在很多层面上更加去提升它的一些尊贵感的。你比如说2排的这个车门它是电吸的，它不是电动的，我依旧会觉得说像这么大的 SUV 车门比较重，如果说上下车不是电动门的话，少了那么一些仪式感和尊贵感，不是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动态试驾呢，除了咱们白天感受过这辆车的动态啊、底盘啊这些部分之外呢，咱们还给它再上一点难度。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42分的上海外滩，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来实测一下这套仰望 U8L 天神之眼 A 的智能驾驶方案实测表现到底怎么样。因为现在 U8L 呢，它是有这个
3颗激光雷达之外，全车也有40个这个传感器，所以整套的这个硬件辅助还是给的相当给力的。因为之前我们试过 U8 的那套智驾系统，它其实第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原先的 U8 的整个 SR 的渲染都在仪表这个地方，那现在呢 U8L 它是在这个中控这个位置，也有非常清晰的这个渲染了，而且它甚至会做一些这种动态的波点这种效果，来的还是挺科幻挺直接的啊。有一个细节忘了跟大家说，就 U8L 它是有这个夜视系统的，你是可以去选装的，或者说是可能在高配的车型上会有，因为这个功能像之前在仰望 U8 的越野版上，包括说方程豹的一些车型上，还有就是我印象当中保时捷卡宴啊，它是可以花钱去选，以及像途锐这些车型都是有的。如果说你考虑到自己平时的这种驾驶环境可能比较复杂，经常要去郊外，我觉得夜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提升安全性的一个功能，建议大家给选上。你看他现在不跟着在这排队，我也要打个方向绕行一下，而且这个时候属于是交替通行啊。你看他完完全全不会在后面等，还是挺聪明的哟。刚才我们右前方突然冲过来一辆车，而且侵占了我们这个车道，然后他就会下意识的去给一点点方向，但是我车内的这个感受还是没有那么的突兀的，表现还挺好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是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在试 U8 的这套智能辅助驾驶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整个变道的这种策略是非常之保守和佛系的。当然今天在上海外滩啊，短短这1公里多这条路吧，它已经在尝试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啊，去变道也好，借道也好，整个的这个完成度还是挺高的。然后我还发现一个细节啊，就是现在仰望 U8L 它是可以识别这个公交车道的，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它是不太会根据这个实时的，比如说早高峰晚高峰公交车道不能占用来去行驶，但是我觉得它至少说现在识别了这个公交车道，可能后续还会给我们这个是吧想象的一些空间。好，掉头路段啊，看一下，因为这辆车其实转弯半径比较小，所以在上海城区的这个路段，它甚至比那个红旗 EQM 转弯半径小。对，它非常直接，一把就过来了，甚至还空了很大的一个空间，这个表扬一下啊！而且整个掉头的这个过程也非常的丝滑。就今天其实我们非常直接的试了一下，在上海外滩这种比较有难度的路段，感受了一下整个驾驶辅助的表现。我觉得它对于问题的处理啊、路况的判断还是挺让我觉得惊喜的。但是我觉得唯一的一点就是它现在整个屏幕的渲染的信息没有那么的丰富，它是不渲染这个特殊的工作群体，比如说像警车啊、警察或者说是外卖小哥啊这些。还有一点就是说我的前车的刹车灯是否亮起、转向灯是否亮起，它也是没有这个具体的渲染的，但它情况的处理是 OK 的，不知道后期会不会去 OTA 处理这些问题。那么此时此刻看到这条视频的你们，应该是9月12号仰望 U8L 的正式售价应该已经出炉了，之前的预售价格是130万，那现在大家可以根据已经公布的售价来综合评估一下，你们觉得这辆仰望 U8L 放在同级别的竞品里面，它足够有竞争力吗？